被砍头是因为睡了公鱼，还调戏女帝啊？真的假的？我怎么听说他是贪污啊？原来李文浩是个穿越者，刚一穿越就发现自己成了新科探花郎，还受到了女帝的单独召见。爱了爱了！系统觉醒的那一刻，原本就被女帝容貌惊艳到的李文浩，立马就认定自己爱上了女帝，绝不是因为贪图女帝的美貌和系统的奖励。这就是爱情的味道吗？女帝妹妹，哥哥我来了！可李文浩被绑到了5轮，却是因为他去了扬州赈灾。吉时已到，然赵平安，你个狗贼，老子可是钦差，你敢砍我的头，陛下不会放过你的。哎，兄弟别砍！偷偷跟你说，其实我是女帝的男人，砍了我，你死定了！你知道赵平安这个死老头为什么想砍了我吗？就是因为他嫉妒我，因为他想舔女帝脚丫子，女帝不给，而我想让女帝干嘛，女帝就会干嘛。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哼，这还能有假？看我的，一支穿云箭，女帝来相见。你干什么吃的？还不砍了他！臭不要脸的东西，都50多了，还敢惦记陛下？争风吃醋就算了，还想连累我？我呸！砍了他，账就平了。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些不安呢？兄弟，这死老头发话了，我也没有办法，你赶紧让陛下来呀！兄弟别慌，你就给我演出戏，等陛下来了，我让他好好赏你。来抓我呀！抓到我就让你嘿嘿嘿！哎，抓不到！他往左去了，哎呦，又没抓到！废物，看什么看？还不去帮忙！他急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可得快点啊！该死的文媚娘，要被你害死了！你再不来，老子可又得穿越了！住手！私自处斩我大周的臣子赵尚书，尚书的位置你是不想坐了，想坐朕的皇位不成？皇帝老婆，你终于来了！这死老头他欺负我！还是探花郎有本事的，这可是陛下的大腿，他说抱就抱了，还好没有听那个老不死的话。陛下，扬州饥荒，饿殍千里，民怨沸腾，有造反之兆。不杀李文浩，不足以平民愤呐！你个老不死的，老子赈灾没出一点问题，哪来的民愤？你在赈灾粮食中掺杂石沙，中饱私囊，导致灾民群情激愤，揭竿而起。你还敢说你不该死？妈的，坑我！恶心不死你！赵尚书，爱卿所言可属实？句句属实，请陛下准许臣带证人证物前来。准。学生叩见陛下。学生是扬州书院的秀才，扬州饥荒，民不聊生，朝廷发放的粮食中却掺杂了许多的沙石，难以下咽。你个老不死的，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俩是你找的人，还民不聊生，我聊你大爷！你放开我，看我不弄死他！李大人，胡搅蛮缠可救不了你的命。李爱卿，你有什么要说的？虽然李文浩一直跟个狗皮膏药一样，屁大点的事儿都要跟他禀告，行为也多有越矩，但一直被教育做事要有规矩的女帝，反而觉得李文浩这样很有趣、很真实，因此对他也有几分不同于君臣的好感与信任。你说他们是扬州的灾民？哎呀！这满身肥膘，别跟我说是喝西北风长的，这是在扬州受灾的区域领到的救灾粮。
这岂不是说明我把洛河仓的赈灾粮安全的押运到了扬州灾区，受灾的饥民实实在在的领到了朝廷发放的粮食？你杀我这个朝代的功臣，是想造反不成？你休得胡言！筐里的大米一斗能有2升食沙，5万担赈灾粮，不知有多少进了你自己的腰包，你还敢说不负陛下所托？你贪官就该死！尚书大人，我知道你着急想要定我的罪，但是你先别急，5万担粮食是吧？1斗米2升沙子是吧？你可知我在扬州放的赈灾粮不是5万担，而是6万担。这一筐大米按微臣制定的放粮规则，这2名秀才不吃不喝也得储存50天。不过他们可是灾民啊，这可能吗？现在尚书大人是不是该让这2位秀才解释一下，赈灾粮是如何流出灾区的？他们2人举报是何居心？你着急杀我又是何居心？莫不是我挡着你的财路了？大人，饶命了！这一筐赈灾粮是赵大人给我们2人，让我们陷害李大人。胡说，血口喷人！你们2个反贼，竟敢污蔑朝中大臣，还不快快受死！救命啊！这老头子要杀人灭口了！李大人，快救救我们！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干扰！李文浩，你找死！赵尚书，陛下可就在此处，你还想当着陛下的面灭口不成？哼！臣被小人污蔑，实在是气不过，这才冲动了，请陛下恕罪。赵大人，为了杀我，你可是连陛下和礼法都不顾。现在你找来的证人要指认你，你还想杀人灭口？一句气不过，就想把事情全部结过吗？好，太好了！赵平安这个老东西欺朕年幼，一直对朕阴奉阳违，没想到会栽在朕钦点的探花郎手中。朕一定要好好赏赐他。陛下，臣是听说扬州大乱，这才……就在赵平安找理由想要逃脱罪责，一队监护卫带着1名传令兵，火急火燎的来到了法场外。报！扬州各县饥民数10万暴动，发生民变。真是天助我也！这才怒发冲冠，想要杀了李文浩这窃国之贼，平息民愤，请陛下恕罪。不可能啊！快说，情况如何？为何民变？因朝廷派去赈灾的转运使李文浩发放粮食。或许是话说的急了，说到一半，传令兵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赵平安却乐坏，赈灾之事本就由户部负责，第1次赈灾时出了大问题，险些民变，因此第2次赈灾的任务这才落到了李文浩的手中。就为了让李文浩领了民变之罪，也是他着急要李文浩小命的原因。陛下，往上好的粮食里掺杂沙子，5万担当作6万担发放，任他说的天花乱坠，百姓不是傻子，终究会发现自己被骗了。数10万灾民聚集，这可是天大的祸事，请陛下处死李文浩，平息民怨。请陛下处死李文浩，平息民怨。这就是我大夏的官员，你们是在逼朕杀了功臣吗？功臣，40万百姓血书为李大人鸣冤。你们的赵大人都吐血了，还跪着呢？哼！行了，陛下走了，赵大人别装了，我起来也行。赵大人，我过来只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没完。李文浩迈着得意的步伐离开法场，却被一人拦住，来人却是女帝身旁的女官，心腹中的心腹，东方婉儿。李探花，陛下有请。请女官带路。皇帝老婆这是要给自己奖励了吗？
皇帝老婆认真时候的样子可真漂亮，我这次帮了她这么大的忙，她要是让我施钱，我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这次赈灾的差事办得漂亮，这样的人才只做一个翰林院的编修，实属浪费。不知爱卿可否愿意留在朕的身边，当个中书舍人，为朕分忧？臣愿意。这中书舍人可不一般，主要负责帮女帝起草和审核一些重要文书，比如诏令，大体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秘书。正所谓有事儿秘书干，没事儿。系统一直让李文浩攻略，可他不过是个小官，连见女帝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没想到女帝竟直接把他安排在了身边。这一刻，李文浩仿佛看见了女帝躺在床上，对他喊：“来呀，我的宝儿。”不急不急，来日方长，还是得先获取女帝好感度，还差1%就可以拿到神秘大礼包了。女帝给点力啊！机会来了，陛下，微臣定会为您肝脑涂地，为您分忧。快，有问题问我呀，我要拿奖励。这些年，突厥人屡犯我大夏边境，而我大夏却饱受天灾，民不聊生。即便朕有心剿灭突厥，却也是无力。你可有良策？在赈灾这件事上，李文浩的表现让他眼前一亮，但他其实并不觉得李文浩能提出什么好的见解。毕竟这个问题涉及面极广，即便是强如大明国，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他只是想考考李文浩，看看是否真的是可造之材。突厥，此事一儿。你是说你有办法可以解决突厥人？当然，突厥犯边不过是国内缺食少粮，只要我们让他衣食无忧，他自然不会再进攻我大夏。这就是你想的办法？你莫非想我让大夏给突厥朝贡？简直荒谬！陛下，我知道你很急，但先别急。是李文浩疯了不成？还让陛下别急？别急着砍了你吗？北境之地是天然的牧场，因此突厥人多以出售畜生皮毛换取物资。如果我们在边境设置一个贸易集市，用我们中原盛产的丝绸、瓷器、盐巴等物和他们互通有无，如此一来，突厥人想要的物资都得到了，他们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入侵我大夏吗？这话一出，文媚娘直接就愣住了。她一直想的就是如何防守，却没想到还有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李文浩所说，只要突厥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就没有发动战争的必要。毕竟没人愿意生活在战乱之中。好，实在是太好了！建立贸易集市，对于我大夏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相信突厥人那边也不会拒绝。如此，我大夏边境无忧矣。此时此刻，文媚娘看向李文浩的目光是愈发欣赏。他没想到，朝中大臣都没想到的解决办法，李文浩就这么水灵灵的提出来了。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李大人真是大才啊！你们在说啥？我的计划可不是这个啊！李爱卿，此话何意？很简单，我想的是彻底灭了突厥，让这个部落完全消失。文媚娘被李文浩说的都愣住了。大夏现如今连守边都难，可李文浩张口就是灭国，虽然觉得不可能，但是一想到这开疆拓土的伟业，他就忍不住的心动。细说。原来李文浩是想通过护市先给突厥人一点甜头，然后让突厥人大量饲养山羊，利用山羊有吃草根的习惯，让突厥人的草场慢慢的消失。等他们喂不饱牛羊的时候，不会种地的突厥人最终只能走向灭亡。听到李文浩天马行空的计谋，自认为聪明的他们这一刻都被李文浩折服了。好，实在是太好了！李爱卿一人可抵10万大军啊！有李爱卿，我大夏无忧矣。恭喜宿主，女帝的好感度超过10%，获得大礼包1份，请宿主再接再厉，努力攻略女帝。当女帝好感度提升至20%时，可获得神秘奖励。还得是我啊，小小女帝拿捏。说吧，李爱卿，想要什么赏赐？想要什么都可以吗？当然。那我想要陛下的玉诏。玉诏？什么玉诏？李爱卿，你想让朕下旨给你升官不成？这也不是不行。不，陛下，
不是这个预兆，是要你的画册。好家伙，这是盯上了陛下。是臣说话不严谨，让陛下误会了。陛下龙凤之姿，微臣想要陛下的画册，是想在家时刻瞻仰陛下，提醒自己要时刻向陛下学习，绝非是贪图陛下的姿色。原来李文浩刚刚找文媚娘要赏赐，竟然提出要文媚娘的画册，文媚娘脸红的都要冒烟了，一直不说话。东方婉儿竟然叫来了护卫，想要砍了李文浩，李文浩立马就怂了。此事不要再提了。朕听说你尚无婚配，不如朕给你做个媒，赏你一桩婚事，如何？开玩笑，我可是要做龙骑士的男人，娶了别人还怎么攻略你啊？陛下，突厥未除，我无心情案，请陛下恕罪。见李文浩拒绝，文媚娘也没有坚持，随即聊起了关于突厥的事情。1个时辰后，李文浩离开了宫殿，文媚娘靠在龙椅上，脸上的笑容陡然收敛起来。你觉得方才朕的提议怎样？陛下莫非是想让四公主嫁给李文浩？李文浩出身寒门，底子干净，又有本事，这样的人最好掌控。再说了，四妹也确实是该嫁人了。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时候如此扭捏了？陛下，四公主是到了婚配的年龄，陛下何尝不是如此？宗室那边可是几次催促陛下的婚事了。你看那李文浩，你这丫头真是满口胡言。君是君，臣是臣，这话要是传出去，朕还有脸面对百官吗？陛下，我可什么都没说呢。你。天灵灵，地灵灵，出个好货！系统礼包开。原来李文浩从皇宫里出了，就一直惦记着系统给的大礼包，哪儿都没去，直接就回到了家中，又洗了一个手，这才准备开大礼包。恭喜宿主获得文媚娘的原味解衣。系统，你给我滚出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流氓吗？怎么是热的？怎么突然感觉凉凉的？童子，攻略女帝进度到达20%的神秘奖励，不会是谢衣了吧？请宿主放心，系统给予的奖励都会是宿主喜欢的东西。那就好。你放屁！你才喜欢别人的谢衣。原来此时离李文浩拿到文媚娘的谢衣已经过去了10天。这10天里，李文浩又给文媚娘出了不少主意，这才将好感提升到了17%。而今天这场朝会主要是谈论湘南水灾。最近怎么回事？一看见李爱卿，就觉得自己胸口凉凉的。湘南水灾，商人囤积粮食，导致物价飞涨。各位爱卿有何良策？赵尚书。回禀陛下，此前扬州赈灾，国库里的粮食现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如今只能从湘南附近调拨。赵尚书，这就是你的计策，简直可笑！湘南附近同样受灾，调拨又能调拨多少？看到赵平安这个老登，李文浩就很火大，恨不得上去一巴掌拍死他。可惜这老登在朝中势大，上次干出那种越矩的事，也只是被罚了1年的俸禄。无知小儿，这不过是老夫的第1策，你以为老夫这么多年的尚书是白当的吗？陛下，臣还有第2策，咱们可以让那些商人们站出来捐粮、捐钱，比如说谁捐的粮食多，就给谁封一个天下第1商号这类的虚名，到最后我们朝廷并没有付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却可以得到最紧缺的粮食，岂不是一举两得？此话一出，其余大臣的眼睛瞬间就亮，纷纷开始恭维赵平安。此法甚妙，赵尚书果然是妙计安天下。这也算计策。商人重利，救灾所需要的粮食何其庞大，他们本就想利用这次天灾狠狠地捞一笔，又怎么可能会主动捐献粮食呢？即便有，又能有多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挑刺你是厉害，有本事你出一个主意啊！对啊，李大人有主意，你倒是说啊！就知道打嘴炮有什么用，办事儿还得看我们赵上。一时之间，朝堂变得跟菜市场一样热闹。李文浩气不过，直接跟他们对骂起来。荒唐！你们当这是菜市场吗？见文媚娘发飙，官员们这才冷静了下来。
陛下，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先送一批粮食到湘南去，稳住人心再说。见赵平安开口，刚刚安静下来的官员又纷纷附和起来。陛下，赵尚书说得对。既如此，赵尚书，虽然文媚娘对赵平安也没什么好感，但是她也觉得现如今唯有按赵平安的方法才能救灾，也就同意。可没想到李文浩突然打断了他的话：“陛下，万万不可！”赵平安顿时狂喜，他不明白李文浩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这个时候还敢站出来反对。不过这段时间李文浩一直跟他作对，他觉得或许可以借着这事儿把李文浩拉下马。李大人，本官提议有何不可？莫非你因为上次跟本官闹了些许矛盾，就要不顾湘南的百姓被饿死，不管大夏国民怨四起，只为了跟本官作对？看着赵平安又在给自己扣帽，李文浩恨不得上前就给他一个大嘴巴。我看是你想看见湘南大乱吧？你个乱臣贼子！你胡言乱语！陛下，这小儿胡乱污蔑臣，臣请陛下将他下狱，定他的罪。看到赵平安差点被李文浩给气死，文媚娘觉得痛苦，只是她现在忧心湘南的情况，也没心思多看他。行了，先让李爱卿说完。陛下，如今我大夏国库粮草空虚，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不能开仓放粮，否则发过去的粮食被消耗一空，却没有后续。到时候难道要告诉天下的百姓，大夏没粮了吗？届时不仅湘南的百姓会心存不满，甚至其他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也会趁机作乱。大殿内的众人闻听此言，连连点头。李文浩的话也不独到，到时候若是让大夏国内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朝廷没粮食，怕是会引发更大的骚乱，那可是有亡国之危。赵平安气得牙齿咬的是咯咯作响。他没想到李文浩短短几句话就把风向转变了。那就看着灾民死吗？你可知现如今湘南的粮价已经涨了5倍，你想看着灾民饿死吗？赵尚书，你脑子不好就少说话。谁说灾民会饿死的？只要粮价涨得够快，粮商自然会把粮食送到百姓的手中。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懵了，头上纷纷出现问号，完全不明白李文浩说的是什么。在他们的认知中，再涨价，百姓也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抢。届时整个大夏国将会乱成一锅粥。李爱卿，湘南灾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虽然文媚娘很看好李文浩，但是听了李文浩的话，她也觉得李文浩在胡闹。陛下，臣可没有胡说。要想救湘南，朝廷除了抬高粮价之外，还需要通知各地官府，不许开仓放粮。众人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李文浩完全是不给灾民活路啊！抬高粮价不说，还不准开仓赈灾，难不成他以为把灾民全饿死，灾情就解了？于是，在赵平安的示意下，群臣又开始骂李文浩，哼，无知。因此，等湘南的价格涨到10倍、20倍，自然困局可解。原来李文浩是想利用高价粮吸引外地的粮商都去湘南，等湘南的粮食多了，粮价自然就下了，百姓也能买得起粮食。好，实在是太好了，爽啊！既骂了赵平安，又能拿奖励，实在是爽啊！看着李文浩得意的样子，赵平安的脸却跟死了妈一样红烫。
这群狗官是要把我们老百姓往死里逼呀！本来就已经买不起米了，这下倒好，朝廷的狗屁钦差一来，价格更高了。我看啊，一定是这狗官和那些奸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滚出来！狗官，你给老子滚出来！湘南的百姓不停地咒骂着李文浩，可无论他们怎么骂，衙门的大门始终都是紧紧的关闭。原来不久前江南受灾，是李文浩提出了救灾策略，因此李文浩就被派到了湘南。而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发了一道朝廷高价收粮的公文，并且勒令所有官府停止向百姓发粮，因此粮价飙升。李文浩也成了百姓眼中的贪官，而商人却十分欢迎李文浩的到来。如今粮价已经涨到了30倍，足足180钱一斗，朝廷居然还在高价收粮食。我们贪，这钦差竟然比我们还贪，他越贪，我们挣的越多，不是吗？我又运来了上百万担粮食，这一次定能挣得盆满钵满。不错，让我们喝了这樽美酒，共庆这盛世。在场的粮商都美坏了，沉迷在这虚假的快乐之中，却不知道一场风雨马上就要来了。好感度20%的奖励，竟然是个纯金的女帝手办。哎，我还以为会是女帝的蟹裤。我可没这么讲，你不要乱说。码头上的商船应该已经停满了，时机也到了，该去见见那些粮商了。瞧，喝着呢。这不是钦差大人吗？大人也来喝酒，来，大人请坐。喝酒？当然不是，我只是特地来告知一声各位，朝廷收取粮食的价格从180钱一斗改为3文钱一斗，并且会以1文钱一斗的价格出售粮食，并且从今日起，码头增加停运费1日1钱。啊，大人，您别说笑了，这些钱给大人喝茶。喝茶？你们的茶，我可不敢喝。是交高额的税金，继续囤着粮食看着他们发霉，还是及时止损？你们看着办吧。这可怎么办呢？我上百万担的粮食才刚运来呀！这狗东西竟然敢坑我们，你们可千万不能认怂！这粮价不能降，可不降又能怎么办？粮食都堆积在码头，这1日1万钱呐！那又如何？不过是1万钱而已，只要我们扛住，灾民买不到粮食，一切不还都是我们说了算？区钦差算个屁！这些粮商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跟我玩你们可别哭。此时，距离李文浩跟商人会面已经过去了半个月。这期间，粮商们1粒米都没卖，都在等朝廷的库房告急。可惜，朝廷放出的粮食虽然不多，可一直供应。湘南本地的商家还能坚持，可码头上那些商船可就等不及了。码头边的一个小酒馆里，一帮外地商人聚到一起。这都半个月过去了，朝廷放的粮食都不见了，难道还要扛下去吗？扛？怎么扛？船只、租金、人工，哪一个不要钱？那些姓钱的是本地人能扛？我这次来可是把祖宅都给抵押了，再扛下去，我连赎回祖宅的钱都没了。要扛你们扛，我就先撤了，告辞。说完，这个商人就转身离开了。众人是面面相觑，也都沉默了。在这儿继续待下去，会亏得越来越多，把粮食运回去，那就是血本无归呀！低价抛售还能勉强收回一部分本金，现在的他只觉得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该死的李文浩！莫非孙老板还想继续等下去？等个屁！找李文浩去，这次我认栽了。正所谓有一就有二，在场的商人都顶不决定及时止损，纷纷找上了李文浩。李大人，粮食3文钱实在是太低了，我们就连本都保不住，能否再多给点儿？是啊，大人，3文钱不能卖呀！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3文钱是我给你们最后的脸面。出了这个门再来就是2文钱一斗，不想交易的自行离开便是。各位，你们好好想想吧，本大人有些乏了，就先休息了。看着他要走，那些商家吓得够呛，他们现在可就指望着朝廷，要是李文浩不理他们，就全完了。于是他们立马就怂了。
大人，我们卖！大人，我们卖！于是众多粮商纷纷低价将粮食卖给了朝廷，而有了充足粮食储备的李文浩，一边卖低价粮，一边以工代赈，让湘南的民生快速恢复。时间转瞬，就来到了李文浩回京的日子。等他走出衙门，就发现衙门被百姓团团围住。没粮食吃，他们把衙门堵了。现在他们有低价粮了，怎么还来堵门？莫非是想来打我吧？关门！快关门！衙役可没听李文浩的话，反而呲着大牙看着李文浩。李文浩看着他傻乐却不行动，恨不得上去捶死他。就在他想自己去关门的时候，百姓立刻就爆发出了海啸般的洪水，甚至不少人都跪在青天大老爷！此时，李文浩在湘南的作为已经传到了京城。陛下，刚刚收到的消息说是湘南的百姓夹道相送，还给李文浩弄了个雕像，百姓们日日焚香供奉，足以见得李文浩这次差事办得有多漂亮。是啊，确实办得不错，让那些发国难财的奸商狠狠地栽了个跟头，太舒服了。可问题是，这么短时间内他连接立功，朕也不好再给他提拔了，不如就趁机赐婚给他，你看如何？此时，李文浩已经回到了京城，等待着女帝的召见。此时的他有些走神，一方面是期待女帝会给他什么奖励，另一方面是他想着找几个厉害一点的保镖，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就遇到了刺杀。正当他想着，突然感觉身后一阵微风吹来，我操！公主，公主！李文浩直接就愣住，不明白公主偷袭他干嘛？看到水里还真是四公主，李文浩哪里还敢迟疑，一把抓住那女孩的手腕，直接从水里拽到了岸上。此时那些宫女和太监们才赶紧凑了过，一阵手忙脚乱的给那少女擦脸。公主，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没事吗？文灵儿看见李文浩一脸无辜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因为昨晚东方婉儿告诉他说，女帝准备把她嫁给李文浩，于是文灵儿就准备先来看看自己这未来的夫君究竟长得啥样。正好就看到李文浩正背着手站在荷花池边，他就准备去主动打声招呼，结果这个家伙居然一闪身，害他滑倒摔到池子里去了。想到这里，他就想发飙啊！李文浩，你竟敢偷袭我，摔了也活该，还想骂我？你觉得我会给你这个机会？于是文灵儿的话都没说完，就被李文浩打断了。公主殿下，你我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何想要加害于臣？你胡说，我没有，本公主不过是想跟你说句话。文灵儿都快气疯了，加害，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哦，原来是想跟我说话呀，如此看来是一场误会。你看着李文浩随口就把这事儿定了性，文灵儿想骂人的话直接被堵在了嘴巴，可他哪愿意受这个气？李大人，陛下有请。李爱卿，此次湘南赈灾做得不错，不仅是未动用国库存粮，还狠狠地惩治了奸商，干得漂亮。虽然你还年轻，却要比朝中那些老臣更得朕心。你没让朕失望，朕心甚慰。李文浩笑而不语，并未谦虚。朝中的那些老顽固岂能和他相提并论？他现在就想着怎么提升女帝的好感度，因为系统跟他说了，当女帝的好感度达到30%，会给他一个保命的能力，以后的奖励也会更加实用。所以李文浩很期待。靠，玩我呢？怎么偏偏是29%？爱卿屡建奇功，朕决定让你担任中书侍郎，赏男爵位。爱卿意下如何？原本还想着怎么提升女帝的好感度的李文浩不由得一愣，他没想到女帝如此大方。侍郎可是朝中的实权官职，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如果说中书令是有实无名的相国，那么侍郎便是副相，正四品的上层官员，还封爵。这一次女帝的赏赐算是直接让他
一步登天了。全凭陛下安排，臣领命便是。好，那此事便定下了。突然，文媚娘的脸上闪过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看得李文浩是如痴如醉。然而那笑容却转瞬即逝，随即便恢复了往日的冷峻。爱卿，你如今可谓是少年得意，可曾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朕有个四妹尚未婚配，若是有空，你们可以多走动走动。听到女帝这么说，李文浩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文灵儿会找上他。可虽说文灵儿长得不错，但是他的目标可是女帝呀。陛下，臣方才已经见过四公主，还聊了2句。于是李文浩把刚才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有些事儿是瞒不住的，与其等着文灵儿恶人先告状，倒不如自己主动坦白。听完他的话，文媚娘哭笑不得呀。那爱卿觉得朕这四妹如何？在他看来，像是李文浩这样的顶级谋士，避免日后被其他势力拉拢，那就必须要把他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再说了，李文浩一表人才，配自己的妹妹，那也算是郎才女貌。可李文浩却觉得这是一个送命的。四公主风姿绰约，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姿，不愧为我大夏公主，仅次于陛下。文媚娘闻言大笑，只觉得李文浩会说话，夸文灵儿的同时还把她给夸了。这么说，你对朕的四妹很中意了？陛下，四公主年纪尚小，臣更喜欢成熟稳重一些的。此话一出，御书房内鸦雀无声。李文浩突然反应了过来，这不是暗示自己喜欢的是女帝这种类型的吗？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虽然他心里也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文媚娘毕竟人家是皇帝，自己是臣子，尊卑有分。现在好感度刷的还不高，现在说这话还是太早了。那就先当朋友相处吧，朕乏了，退下吧。李文浩长出一口气，好在是女帝没听出自己话里的意思，赶紧躬身退下。只是等他离开后，文媚娘刚才还波澜不惊的脸上就迅速附上了一层红晕，摸了摸自己的脸。这个混蛋居然说出那种话。恭喜宿主，女帝的好感度提升至31%，获得奖励。恭喜宿主获得金刚不坏神功。牛逼！从今天开始叫我李，程是非，浑浩，来砍我！原来李文浩见完女帝后，为了自己的安全，找女帝要了2个护卫。没想到刚出女帝的殿门，就抽到了金刚不坏神功。兴致来了的他，立马就想感受一下这传说中的武功有多厉害，却把新来的2个护卫搞懵了。大人是说让我们拿刀砍你？对，我是不是冲动了？等等，拿这个来砍这里，千万不要弄破我的皮。虽然觉得李文浩脑子有些不太好，但是护卫还是拿起了匕首，在李文浩的小拇指上轻轻划了一下。还好系统这次没有搞事，给的是正版武学。李文浩毫发无伤，胆子大了起来。我无敌了！就在李文浩享受着大刀按摩的时候，一个宫女走了进来，说是四公主文灵儿，请她过去。李文浩愣了一下，想到跟文灵儿的冲突和女帝的赐婚，就脑仁疼，却也无法拒绝，只能跟了过去，独留下2个世界观都崩塌了的护卫。臣李文浩拜见四公主殿下。把我弄进水里，还跟我皇姐告状，好你个李文浩！公主，那件事是臣的不是，臣错了，臣向你道歉了。看着李文浩低头认错，想堵自己嘴的模样，文灵儿也不生气，因为昨天女帝已经说过她清楚自己不能对李文浩做什么，所以这次找李文浩来是有其他的目的。既然你想道歉，那我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你帮我办这件事，我就原谅你。看着文灵儿那一脸皎洁的样子，李文浩心中暗笑，明白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公主请讲，只要是臣能办到的，绝不推辞。算你识相。其实呢，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一些世家子弟总是来烦本公主，你看看有什么法子能让他们滚蛋？最好是永远都不要来，既能赶走那些讨厌的苍蝇，又可以让你得罪世家子弟，他们动你，怪不得我哦。嘿嘿嘿，哈哈哈。
另一旁的李文浩可不知道文灵儿想坑自己，不过他也不会做什么得罪人还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臣看来，此事不难，公主殿下完全可以以邀请他们参加酒宴为理由，提前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安排手下伪装成强盗，先劫财，再把他们给咔嚓了。到时候官府追查的只是一群强盗而已，和公主毫不相干。啊，你这是人出的主意？女人不过是想让男人出主意帮她拒绝追求者，男人却建议女人把追求者全杀了，这可把女人吓坏了。我只是不想看见那些家伙，你张嘴就让我杀了他们，你怎么不上天啊？你再给本宫想想别的办法。那公主你可就难住我了。哎，有了！什么办法？先说好了，绝对不能见血。公主说什么呢？我可是好人。听到李文浩的话，文灵儿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张嘴就杀人。这家伙要是好人，他就是圣贤。公主，你可以邀请他们到外面去狩猎，然后提前在他们的食物中加入一些泻药，等到他们打猎的时候，必然会跑肚拉稀。到时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了个大丑，你说他们日后还有脸去见你吗？听闻李文浩的话，文灵儿迟迟没有说话，只觉得李文浩长得人模狗样，出的主意一个比一个丧心病狂。他都不敢想自己要真这么做，那些士族公子别说是来烦他，估计见面都要躲着。想到这儿，文灵儿心中一阵后怕，幸亏自己没把这家伙给得罪死，不然呢，指不定对方会怎么报复自己。这主意很好，下次别出了。此计既然公主不喜欢，那下官还有另外10计。停，李大人，可以了。李大人，应该还有公务吧？我就不占用李大人的时间了。文灵儿顶不住了，在刚刚短短几分钟之内，李文浩就讲述了各种让人身败名裂的办法。文灵儿听得汗毛都竖起来，并且着重说了他跟李文浩的事情都是误，生怕李文浩哪天一个不开心，把这些计谋用在他的身上，连忙让他离开。可李文浩却还想继续逗一逗文灵儿。这时一个宫女匆匆地走了过来。李大人，陛下请你过去。收到女帝召见的李文浩遗憾地离开了四公主府。很快，李文浩出现在了文媚娘的面前。此时大臣们正低着头，女帝的脸色也不大好看，看样子是遇到难事。看看这个。李文浩接过一看，发现那居然是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睿递过来的国书，想让文媚娘嫁给他。看到这里，李文浩的火一下就上了。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50多了还想娶陛下，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也配？说得好，我看他就是。看着李文浩火冒三丈的模样，文媚娘心情大好。在场的这些大臣都看过这封国书，却只有李文浩敢骂出来。他只觉得李文浩不愧是他的心思，却不知道李文浩愤怒的是这个老头子竟然敢抢他的女人。我要砍了他！哼，砍了他？你拿什么砍？他可是大清的皇帝，你想让我大夏跟大清开战吗？开战就开战，有什么好怕的？这几年天灾不断，如今我大夏国库空的都能跑老鼠，拿什么与大清开战？你是要朕咽下这口气吗？文媚娘的声音满是杀气，她知道如今不是开战的好时机，可是这种侮辱她又怎么忍得下呢？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三思！三思个屁！不就是没钱吗？我来解决。风萧萧兮易水寒，帅哥出马兮待钱归。此时李文浩已经带着100名精锐和一份纯属扯淡的国书来到了大清皇宫。10天前，他暴打赵平安，并在文媚娘面前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从大清带回大量银子，他就提头来见。这才有了说服群臣，有了这次出使大清之行。
这真是你们皇帝的亲笔国书？此时的他十分吃惊，没想到自己的那份国书送过去了，对方居然没跟他翻脸。不仅如此，居然还敢派使者前来，正是我朝女帝亲手所书。李时臣大老远来一趟，车马劳顿，朕为李时臣准备了一栋宅院，不如就先去休息几日啊，好好看一看我大清的大好河山。玩够了，咱们再谈两国联姻之事也不急。他根本就不信这李文浩是为联姻来的，可对方究竟想干什么，他现在还猜不出。于是他觉着先晾着李文浩，因为他很清楚，只要是狐狸，尾巴早晚都要露出来。大清皇帝客气了，外臣早就听闻大清国多奇珍异宝，此次前来也想弄点回去，只是路途遥远，运输是个大问题啊。这有何难？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到时候朕赐给你一艘不，给你10艘大船，再加上朕的一块令牌，你想怎么运就怎么运，不会有人为难你。多谢大清皇帝。当天下午，李文浩便住进了洪瑞准备的豪宅。他很清楚自己在大清的密切监视之下，不过他做的事本来就是摆在明面上，也不怕人知道。转眼3日过去，一则重磅消息就在都城传开了，说是大夏国的使者为了维护两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听说了吗？大夏使臣李文浩发布了一种证券，只要买了债券，什么都不要做，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就行。哼，我才不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这还能有假？我们大清的亲王都买了，而且他可是大夏的使臣，还敢骗人不成？买50两的证券，10天后到手就是55两，你不买我可买去了，到时候别说我发财没喊你。哎，你别急啊，你等我也买。这样的情景在大清京都的各处都在发生，很多人以为是真的，却不知道这其中很多都是李文浩花钱雇来的水军，专门为了造势。而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洪瑞。债券只要投入，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获利，你说的是真的？陛下，起初臣也不信，就让府中的下人去买了一些，没想到10日之后，居然真的就拿到了1成的红利。他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却不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这里可是他大清，李文浩要是敢搞事，他敢保证让李文浩出不了京城。可李文浩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在送钱呢。去派人把这个李文浩给我盯死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太慢了，多花点银子，把债券的消息散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是，大人。护卫转身想要离开，却被李文浩喊住了。之前让你买的东西都买齐了吗？买是买了，不过买这些东西有啥用啊？哼，山人自有妙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很快，时间就过去了1个月。人口众多的大清国也不全是见钱眼开的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保持观望的态度。可是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人尝到了甜头，于是观望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了。购买债券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连洪瑞也心动了。这个李文浩到咱们大清已经1个多月，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朕找他商量联姻之事，他却总是在糊弄，倒是对他那个债券的生意挺上心。你说这个债券是不是个陷阱？这个奴不知，不过奴得到的消息是，购买债券的人都得到了兑现，获利颇丰。那如果朕要是投入100万两，你说他能兑现吗？陛下，这里可是大清。你说的不错，这里可是大清，对不了，我就让他把命留下。
大人，最近一段时间购买债券的人络绎不绝，现如今咱们手中的财富加起来差不多有500万两了。就在刚刚，还有人一口气投了100万两。不错，让你们办的事情办得如何了？回大人，属下已经打探清楚，5日后洪瑞皇长子要办生日宴，届时朝中绝大多数官员都要到场。那就准备一下，5日后咱们离开大清。转眼5日就过去了，洪瑞的大儿子的诞辰也如约而至。作为大夏国的使者，李文浩赫然也在应邀之列，只是他一点也没有去的意思。原来早在开始做债券的生意，他就已经开始物色人选。在人口众多的大清，想要找到一个和自己长相相似的人，并不是什么难事，而此人便是他脱身的关键。半个时辰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使臣府邸外，许多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大夏的使者李文浩拉着一大车的礼物，浩浩荡荡地直奔大皇子的住处而去。与此同时，在大清京城外的河边，几艘商船渐渐靠岸。李文浩的护卫抬着一个箱子出现在了这里。停下，接受检查。小人只是例行公事，大人勿怪，不需要检查了。走。很快，商船就动了起来，而李文浩也从箱子爬了出来。看着远去的大清京城，李文浩的嘴角满是冷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心不足蛇吞象，要怪就怪你们自己贪心吧。李侍郎，你方才说你这里面装着的是价值500万两的金银珠宝，此话当真？应该在600万两上下，其中还有一部分的古玩字画没有估价。他们是真的傻眼了，只觉得不可思议。李文浩不过是在大清国待了2个月，竟带回600万两的宝贝，赵平安却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这家伙活着就算了，还真带钱回来，他不愿意相信。竟然是真的，不会的，不应该呀！我不信。官员们全都傻了眼。大夏国1年税收才1000万两，而李文浩2个月竟从大清国捞了大半年的税收。他们觉得李文浩真是神人，眼中全是星星。而这时得到消息的文媚娘这才匆匆赶到。这些东西都是你带来的？回陛下，这些财物皆是臣在大清售卖债券所得，金银共计500多万两，古董字画粗略估计也在300多万。过了许久，文媚娘才平静了下来，看着像没事人一样的李文浩，文媚娘的好心情一下就上来。她十分的好奇，李文浩究竟是怎么做的。很快，李文浩就将自己在大清怎么做的都告诉了文媚娘。总而言之，如果他们能明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话，此计也没办法成。我不过是利用了他们的贪恋。李文浩的话说完了，整个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像是呆住了，也是彻底服了，因为他们的脑袋加起来也想不到这么一个主意。看着风光无比的李文浩，赵平安气得牙齿咬的是咯咯作响。陛下，李侍郎卷走大清这么多财物，大清一定会报复的，不可不防啊！没错，大清国主我天子，此仇不报，我大夏国威何在？天子尊严何在？他们不来，我们也得打出去。如今国库充足，因此臣请求陛下立刻出兵攻打大清国。李文浩的话一出，在场的众人是面面相觑，半天没回过神儿来。好家伙，把人家的钱给骗走了不说，转眼拿着这些钱要去打人家，也不知道那洪瑞皇帝会不会被直接气死。文媚娘却是高兴坏了。对呀，他洪瑞如此辱我，这口气朕不能咽下去，必须要让大清国付出代价。涨！没的，
系统，你不会故意玩我吧？又差一点拿奖励，你这话什么意思？系统，你给我出来！李文浩在跟系统斗智斗勇，文媚娘可不知道这些，只以为李文浩一直盯着他看，把他看得脸都红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在这站着了。李侍郎此次立了大功，当贺今晚摆宴，不醉不归。陛下圣明。当夜，大夏皇宫的烛火亮了一晚上，而李文浩毫无疑问的成了全场的焦点，被灌得烂醉。此时，大清的红瑞已经气得脑壳都要冒烟了。一个个全都是废物，竟让李文浩跑了！给我出兵！这一定要让那个该死的李文浩和文媚娘这个贱人付出代价！远在大清的红瑞正在发飙，而李文浩却睡得香甜。要不是四公主文灵儿闯进了他家，李文浩能一觉睡到大中午。看着不说话，只是一直盯着自己的文灵儿，李文浩难得的紧张了起来。四公主，你来臣家里到底有什么吩咐？真没想到你这个家伙还蛮有经商的头脑嘛！你这么厉害，跟我合伙做生意吧，本宫护着你，你给本宫赚钱，怎么样？看着一脸期待的文灵儿，李文浩愣住。做生意？难道公主殿下也缺钱花？那当然了，不要说本宫了，即便是皇姐也缺。你就说干不干吧？你不答应，我可不走哦。看着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模样的文灵儿，李文浩也知道应付不过去了，眼珠子一转，心中已然有了主意。有了，公主，臣的这门生意名曰娱乐周刊。娱乐周刊？文灵儿根本不明白李文浩说的这个娱乐周刊是什么。好奇之下，本能的将耳朵往李文浩那边靠。这个娱乐周刊嘛，其实就是真白。文灵儿听得一头雾水，却发现李文浩一直在盯着自己，低头一看，就看见了自己发光的胸口。你个混蛋！羞耻心的作用下，他想要一把推开李文浩，然后跑开，哪知道刚刚转身，却没站稳脚跟，整个人直直的朝着桌子倒去。公主小心！疼！这一刻，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就在文灵儿回过神了，准备起身的时候，突然一声惊呼陡然响起。四公主，李大人，你们那个婉儿姐姐，你不要误会，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的，你要相信我。公主殿下，我没看见，你们继续。完了，这次是真解释不清了。李文浩也是无语了。本来自己跟文灵儿清清白白的，被两人这么一搞，好像自己真的跟文灵儿有一腿似的。最终还是李文浩没忍住开了口：东方侍御找本官有事吗？陛下请你过去议事。好，那就请侍御大人前面带路吧。一路上，李文浩都在试图跟东方婉儿解释，他的目标可是女帝，可不能让女帝误会。可每次李文浩开口，东方婉儿都是说我懂，可把李文浩整自闭了。很快，李文浩就跟着东方婉儿来到了御书房，跟女帝讨论完与大清征战的事后，女帝的表情一下就不对劲了。方才朕听闻灵儿去你那儿了，你们都聊了些什么？李文浩心里顿时就咯噔一下。方才四公主找臣，那是在聊为陛下分忧之事。为朕分忧？当即，李文浩就将要跟文灵儿搞娱乐周刊的事情告诉了女帝，并说明这娱乐周刊挣钱是其次，重要的是这周刊可以成为女帝的口舌，掌控舆论。李文浩讲得很卖力，就是眼睛一直往东方婉儿身上瞟，目的就是想告诉东方婉儿，他跟文灵儿说的可是正事，让他不要多想。可李文浩显然想多了，等他一走，东方婉儿就把那事儿告诉了文媚娘。怪不得灵儿最近总是给李文浩说好话，原来他们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果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等过段时间应该可以赐婚了。作为最了解文媚娘的人，东方婉儿总觉得文媚娘对李文浩是有好感的，可是文媚娘说的话却让她疑惑。至于这场话题的中心人物李文浩，则又被文灵儿抓了过去。公主殿下，你这是……你还有脸问？还不是为了防止被你这个登徒子偷看？四公主，下官什么时候偷看你了？你可不能冤枉下官。你居然还不承认！我看得堂堂正正，怎么能说是偷看呢？公主殿下，你可不要污蔑下官哦。论嘴皮子，文灵儿哪能说得过李文浩啊？被李文浩气的话都说不出，只能主动转移话题，聊起了娱乐周刊的事。行了，这事不说了。那这娱乐周刊到底该怎么办？第一步，建立一个机构，招聘编辑，把控内容。除了可以刊登一些有趣的事情之外，还可以写一些朝中大臣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甚至皇族的一些事。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文浩把现代化的娱乐报纸结合大夏现在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改良，给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文灵儿瞪大着眼睛，听得一愣一愣的。很快，娱乐周刊就办起来了，甚至远在大清的洪瑞都拿到了一份周刊。与我大清开战，还有闲心搞这个不知所谓的周刊，简直可笑！还登写什么红楼？李文浩，我马踏大夏之时，定将你五马分尸。下一期需要刊登的内容，你什么时候给本宫？舒服，再用力一些。李文浩，你别太过分了！哎呀，我原本脑中已经有些灵感了，都被公主殿下吓没了。后面的稿子看来只能晚几日交给公主了。这样总行了吧？哎呀，灵感它好像又回来了。文灵儿狠狠地瞪了李文浩一眼，虽然不愿意，但是周刊大火，连带着他四公主的名声都传了出去。他实在是不想看着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就这么没了。又过了好一会儿，文灵儿实在受不了。歪了，累死了！跟你按了这么久，你总该满意了吧？不错，虽说手法一般，但也还凑合。给你，这一期就刊登这些吧。你早就写好了？那是自然，臣知道每一期需要准备的时间都很长，所以就提前做了准备。好你个李文浩，你居然敢耍本宫！看着早已经写好的稿子，文灵儿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傻子，竟然为了催稿给李文浩按摩。一想到这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你怀里是不是还有？全都给本宫拿出来！李文浩微微皱起了眉头，眼神怪异。看样子这小姑娘是真被自己气得不轻，居然连男女授受不亲都忘了。要知道此时她是坐着的，文灵儿正弯腰正对，这么一来，那风光是一览无余啊！真白哟，这次里面穿的是一萧二黄三木炭，晴天娃娃暖你家。这些天，李文浩跟文灵儿的周刊办得火热，两人的关系也越发融洽。可惜女帝的好感度一直停留在39%，这可把李文浩急坏了。恰好前线与大清的战斗陷入了焦灼，李文浩就想到了火药，准备弄出来，好好的刷一波好感度。可惜他不是理科生，搞了许久也没弄出个效果。算了，改天再弄。该去开会了。因为这段时间与大清的战事陷入了焦灼，粮草消耗甚多，朝中多了许多说和的声音。女帝也已经连续多日邀请朝中4品以上的大员讨论。前线刚送来奏报，如今我朝攻城久攻不下，战场尸体已经累积了数万，现在气温逐渐上升，以至于瘟疫横行，我军将士已经有不少人因此丧命了。统帅汪伟之已经几次向朕递折子，请求退军。今日朕把你们叫来，就是为了商量是该退
还是应该继续坚持？文媚娘的话音落下，御书房内一片死寂，鸦雀无声。大臣们都跟鹌鹑一样低着头，他们很清楚敌人死守不出，我军爆发瘟疫，这种情况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班师回朝。文媚娘之所以这样问，就是不想撤兵，想要让他们给找个理由可以继续打下去。赢了还好，输了他们可得背锅，因此谁也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的。陛下，臣有一计。又是他，每次都是这个家伙站出来献计献策，不能让他一个人把风头全占了。李侍郎，领军的王将军乃是我大夏能征善战的老将，他都没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赵大人，下官话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啊？赵平安好悬没被这一句话给噎死，涨红了脸，恶狠狠地盯着他。文媚娘却看得心中大喜，觉得李文浩没让他失望。李爱卿，说说你的计策。陛下，如今军中爆发瘟疫，死者甚多，敌军龟缩城中不出，所以臣建议可以让将士们把这些得瘟疫死的士兵尸体想办法抛入城中，还可以把这些尸体扔到城中百姓的水源之中。听到李文浩的描述，文媚娘和大夏官员的头上都冒出了冷汗，一旁的赵平安更是双腿发软。这人真是个活阎王啊，竟然想到了用尸体生事。最重要的是，如果用了此策，还真能解决前线的困局，这可是滔天之功啊！一想到自己曾经差点要了李文浩的命，赵平安真的坐不住。陛下，不可呀！陛下，此计绝不可用，否则到时候即便仗打赢了，我大夏也将生民尽毁。文媚娘眉头紧锁，这一点她当然也能想得到，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举棋不定。爱卿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比较柔和一点的法子？当然。我操，你竟然还有办法！赵平安都无语了，他好不容易想了一个理由，让女帝否了李文浩的提议，结果这家伙转头就又有了办法。他真想撬开李文浩的脑壳，看看里边都有什么，凭什么就他一个人这么秀？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尸体的血放到河水中，让城里的人饮用，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坐等城中爆发瘟疫即可。这样谁人能知道是我大夏动了手脚？所有人都看着面带微笑侃侃而谈的李文浩，有些胆子小的都已经吓得两腿发抖，站立不稳了。这已经不是毒计，这简直就是绝户计，而且还让人死都不知道仇人是谁，这简直就是活阎王啊！这文媚娘也是哭笑不得，让李文浩出个柔和一点的法子，却没想到他是这么个柔和法。唉，罢了，此计我会告知前线主帅，是否采用就看他自己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计策很快就被送到了前线，领头的大将看到计策时，忍不住大喊了3声“我操”，并且打定了主意，绝对不能招惹李文浩。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半个月，一份奏报被送到了文媚娘的手上，朝中的大臣再次齐聚御书房。好，实在是太好了！朱爱卿，我大夏将士已拿下大清国1城，王将军正率兵向大朝腹地挺进。李爱卿，此次大捷，你当居首功，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只要不过分，朕无不应允。文武百官看向李文浩的目光是充满了羡慕。李文浩从踏入官场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到1年，现在都已经是侍郎了，这可是许多人奋斗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赵平安更是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陛下，李侍郎虽说有功，可不该大赏。那些得病而死的将士本应厚葬，
可如今尸体却被侮辱，如果李侍郎还受赏赐，我大夏将士还有谁敢为我大夏而战？赵平安直接就是一个大帽子下去。众人闻言也纷纷点头。虽说他们都知道赵平安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但不可否认，确实有道理。赵尚书说的也有点道理。文媚娘此时的心情很不好，看着赵平安，恨不得弄死他。这家伙处处跟他作对，他身为皇帝，为了朝中安稳，却不能直接砍了他。可功劳毕竟是功劳，岂有不赏的道理？不过赏些金银可好？听到这话，文媚娘气得眉毛都竖了起来。李文浩可是夺城之功啊，如果只是赏些金银传出去了，还有谁敢效忠他？此事文媚娘自然不会同意。刚想开口，却没想到李文浩站了起来。陛下，赵大人言之有理。李文浩的话把他们都给说愣了，只觉得李文浩是疯了不成？居然还帮死对头说话。只是击败敌军，开疆拓土，是我军将士们的功劳，臣岂敢贪功？若是论功行赏的话，臣认为那些帮助我军获胜的士兵尸体才是首功。因此，臣提议用这些金银为阵亡的将士们竖一座功德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让后人敬仰祭拜。此话一出，众官员只觉得李文浩浑身都在发光啊！李爱卿说得好，朕不会忘记战死沙场的将士们，我大夏国的子民也不应该忘记。恭喜宿主，女帝的好感度已经超过40%，获得无限子弹的来复枪一把，来复在手，天下你有，冲吧！宿主，做大做强，创造辉煌。哎呀，明明是夏天呀，我怎么感觉尸体凉凉的？算这狗贼运气好，要是我强杀了这狗贼，老婆要是不罚我，他也不好做，就让这狗贼多活几年。赵平安可不知道，他已经在地府门口转了一圈，还在洋洋得意，觉得虽然让李文浩挣了名声，但是没让李文浩升官，已经是大胜。可他却没想到，女帝比他想的更加重视。但将士们有功，你的功劳也不能被忽视。从今天开始，你便是兵部的左侍郎，另外你的爵位升至县伯10亿700户。什么？陛下圣明。殿中的文武百官人都麻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赵平安搞得这么一出，李文浩的官还是升，还让他挣到了军中将士们的好感。天哪，我都是干了什么让你多嘴？赵平安是怒火中烧，却是无可奈何。这个哑巴亏他吃定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李文浩居然还冲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赵大人，这下不算是侮辱士兵遗体了吧？瞬间，所有人的视线再次集中在赵平安的身上。不算，方才是本官考虑不周。事情已经商量完了，众人很快就散去。李文浩正准备回家捣鼓自己的小发明，却被四公主文灵儿的侍女带到了文灵儿殿中。四公主，你找臣来有事？升官进爵了，现在他的心情是史无前例的好。当然有事，还不是上次那个家伙给你写信都送到我这儿了，你还等着本宫亲自给你送过去不成？李文浩一愣，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自从娱乐周刊大火之后，其中连载的《红楼梦》吸引了不少异国他乡的女读者，因此给他写信的人是海了去了。可其中有一名女读者好似出身秦国豪门，于是他就象征性的回了信，结果是一发不可收拾。这女读者呀，隔三差五就会给他来信。麻烦公主殿下了。看着李文浩竟然还笑得出来，文灵儿更气。哼，瞧你那得意样，说不定这女人长得奇丑无比呢。文灵儿骂着，却没注意到语气无意中流露出了嫉妒。李文浩是哭笑不得。
莫非公主是在担心我，还是说公主在吃醋喽？你休要胡言，本宫怎么会吃醋？再说了，本宫又不喜欢你，吃什么醋？你闭嘴！看着文灵儿这心虚的模样，原本还想逗逗文灵儿的李文浩，尴尬的摸了摸鼻子。我是不是玩大了？这丫头不会是喜欢上自己了吧？想到这里，李文浩在文灵儿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丫头长得是不错，娶了也不亏。可是娶了她，我还怎么攻略女帝呀？我还想回现代呢。李文浩怂了，连忙扯开了话题。公主莫急，臣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最近娱乐周刊的销量如何？哼，亏你还记得，每次都是我在忙，你倒是清闲。现在娱乐周刊销量，光是咱们大夏就有30万份，说是算上其他国家的，足足有上百万份。李文浩默默地点了点头。古代信息的传播途径太少，娱乐周刊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他的预期，是时候开启下一步。公主殿下，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其他国家设立娱乐周刊的分社了。接下来，李文浩跟文灵儿讲述完该如何在其他国家开设分社后，就立马离开了，因为他还惦记着自己快要成型的炸药包。成了，我成了！不知道文媚娘看到这东西，好感度会上升多少呢？李文浩美的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第二天一早，他早早的就跑去见了女帝，只是为了早点让女帝看到他做的炸药包。李爱卿，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刚刚李文浩跑到了御书房，告诉女帝制作了一样神器，可以帮助大夏横扫八方，还将女帝带走。陛下，神器在这儿呢，请陛下捂住耳朵。看着李文浩手上包裹一样，文媚娘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的，但是因为对李文浩的信任，他还是捂住了耳朵。看我丢雷老母！真乃神器也！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只觉得喉咙发干，心跳加速。如今的天下，诸国并存是名副其实的大争之势。如今看到这有开山裂地威力的炸药，这一刻，他好像看到了自己一统天下的场景。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朕会不遗余力的助你。不过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白吗？恭喜宿主，女帝的好感度已经超过50%，获得百毒不侵之体。有了它，砒霜你都可以当饭吃。不错不错，最近风头出了不少，有了它，就不怕有人阴我了。此刻，李文浩心里美滋滋，觉得自己无敌了。防御有金刚不坏神功，进攻有来福枪，还不怕毒。现如今真是想死都难啊！臣谨遵圣谕。看着眼前的文媚娘，李文浩只觉得她是个宝藏，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攻略做女帝背后的男人，却没想到女帝话锋一转，让他冷汗都出了。对了，你最近和朕的四妹相处的如何？回陛下，最近臣和四公主在忙着娱乐周刊的事。四公主聪慧勤快，娱乐周刊的销量节节攀升。哦，文媚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很显然，文媚娘想问的并不是这个，但李文浩也不明白这不过是在装糊涂罢了。其实，此刻女帝的心里很是复杂。她既希望文灵儿能嫁个如意郎君，可看到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心里却又有些酸楚。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好在东方婉儿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陛下，大清皇帝洪瑞派人送来一份信，你看。哦，洪瑞的信拿来。现如今两国正在交战，可谓是剑拔弩张，所以文媚娘也很好奇，这洪瑞想干什么。这个家伙尽享美事，摆架御书房，把5品以上的官员都叫来，朕有事说。东方婉儿答应一声，立马忙去。不久前，大夏与大清的战争大胜，将大清的一名为傅恒的皇亲抓。洪瑞来信，就是想女帝把傅恒放宽。众人就来到了御书房。大清皇帝洪瑞想要我们释放傅恒，不知各位作何感想？
陛下，臣觉得可以放人，不过要用此人换取一定的利益，不能便宜了大清国。陛下，上大人所言极是。官员纷纷表示赞，文媚娘沉默不其出，她的想法和大臣们一样。可刚才听完李文浩的建议之后，就改变了主意。此时询问这些大臣，不过是想看看其中有没有出彩的臣子，可惜结果让他有一些失望。李爱卿，说说你的想法。看到女帝又点名李文浩，他们是一个头两个大。李文浩每次出的主意都跟他们相左，但又十分有效，显得他们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文化人都是饭桶一样。尤其是赵平安看到李文浩就气得牙疼。傅恒可以放，但是他的命我们也得要。既然要放人，还怎么要他的命？李文浩前后矛盾的话，把众人听得云里，只是一时之间却没人开口询问，生怕李文浩一个转折就把事情说清楚。这回显得他们很呆，但赵平安却没这个顾虑。李侍郎，你怕是得了失心疯不成？你觉得这样可能吗？这事你来处理自然是不可以，但是换成我就行。你，这一刻，赵平安都想锤死李文浩，但是看着上方的女帝和自己的老胳膊老腿儿，还是从心了。老夫懒得与你这个疯子置气，你说可以，那就赶紧把计策说出，老夫懒得听你卖关子。看见赵平安就这么怂了，李文浩很是意外，却没有放过赵平安。各位，其实这是意儿，只要跟我们将傅恒放回去，让洪瑞杀了他，不就行了？此言一出，众大臣更懵了。简直可笑！傅恒可是皇亲，洪瑞怎么可能杀他？这李侍郎虽说屡献奇策，可这次确实是欠考虑了。赵大人别急，不知赵大人可听闻过《娱乐周刊》？此话一出，众人却有些懵了。《娱乐周刊》如今正火，他们岂能不知？只是他们不明白，这周刊跟他们所说的事有何关联？知道他们想不明白，李文浩也没卖关子。那赵大人可知《娱乐周刊》一周可有100万份的销量？如果我说我会在周刊上说傅恒被俘虏之后经受不住严刑拷打，泄露了一些大清国的核心机密，比如说皇帝好色，有龙阳之好，陷害忠臣，还喜欢霸占臣子的妻子，你说洪瑞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大殿内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静，众人看向李文浩的目光充满了恐惧，他们总算是明白李文浩的意思。3人成虎，人言可畏，谣言传得多了，那就成了事实。洪瑞就算知道这是造谣，但作为事件引子的傅恒，即便不被处死，也不可能再做官了。真真假假，谁又分得清？到时候傅恒回去，即便洪瑞不杀他，他也要自尽，因为他没脸再活着。看着侃侃而谈的众大臣是冷汗直冒，竟然能想到利用天下人之口逼死一个大臣。这一刻，他们都在庆幸自己没有得罪过李文浩，因为他们很清楚，周刊可以登记傅恒与洪瑞，自然也可以刊登他们的名字。而赵平安也想到了这一点。陛下，周刊这谋国之气，绝不能被他人所用。臣建议收为国有。大臣们没有说话，他们很清楚赵平安在害怕什么。虽然李文浩才用这个周刊办了件为国为民的大事，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害怕。所以，对于赵平安想让女帝把周刊收回朝廷的手上的事情，他们也是乐见其中。众爱卿，你们觉得如何？其他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说话，因为他们觉得周刊或许恐怖，但是得罪李文浩更加恐怖。不过，这时没有说话，也代表了他们的态度。唉，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陛下英明，陛下
英明。看着表情没有任何不满的李文浩，文媚娘越发觉得李文浩顺眼。其实早在李文浩跟文媚娘提前说过这个方法的时候，李文浩就猜到了会有人不满他能把控周刊内容，所以早就跟文媚娘提议了，让他安排人掌控周刊内容。快，马上就能拿到下一个奖励。你们以为自己赢了，其实是我赢2遍。快！大清国战败，主帅被俘的消息就传遍了九州。紧接着，更多和此事有关的内幕被爆了出来。比如说，此人是大清皇族，是洪瑞的心腹，而且和洪瑞关系暧昧。不耻！不耻！白银100万两，黄金3万两，马匹3000，粮草300万担。朕为了那该死的傅恒花了这么多，大夏国竟然还有如此下作的手段。朕从未做过那些缺德事，这纯粹就是在抹黑诬陷。原来洪瑞交出赎金没多久，就发现了周刊上的内容开始不对劲了，竟然说傅恒爆料洪瑞和嫂子以及和王爷的妃子有染。秦王妃朕见都没见过，何来此情？该死的娱乐周刊真是太过分了！洪瑞都要气死了，他不相信这些会是傅恒说，可是一想到上百万人看过这个周刊，他的心中不由得冒出杀心。正当洪瑞心烦意乱之时，一名小太监匆匆来报：皇上，傅恒大人来了。听到傅恒这俩字，洪瑞更气了。滚！让他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朕永远都不想见到他。皇上，那些话真的不是我说的。当天夜里，傅恒于家中无毒自尽的消息就传入了洪瑞的耳。洪瑞得知此事，却只是说了一句没用的废话。而大夏朝此时却热闹非常。李爱卿，你这一计真是一箭三雕，不仅是得到了好处，还羞辱了洪瑞，更坑死了傅恒，堪称我大夏第一谋士也。于是郎深谋有虑，我等佩服。这一次大夏朝确实是赚不着，他们也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李文浩却知道，一切不过是开始。傅恒这么一死，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李爱卿，此话何意？其实不只是女帝，在场的大臣也是一脸问号。这李文浩把钱拿了，人坑死了，竟然还不满意，还有下一个。这么一他们就有些不寒而栗。现如今洪瑞的谣言满天飞，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傅恒死，谁知道他是不是害怕洪瑞责罚他死的，还是伤心欲绝的自杀？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把百姓们的舆论往傅恒之死和洪瑞有关这方面来引导。至于百姓会想到什么，那就是他们的事了。这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还能这样？大臣们不停地擦着额头的冷汗，庆幸着李文浩是自己这一边。一想到洪瑞这么惨，女帝却很高兴。好，既然如此，那此事就交由你来操办。数日后，不出意料，娱乐周刊再次刊登了一个重磅消息：傅恒之死顺理成章就和洪瑞联系到了一起。本来关于洪瑞的谣言稍稍有些削弱，这下再次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混账！混账！这些该死的大夏人！那傅恒明明是自杀，跟朕有何干系？这脏水居然泼到朕的身上了！这个没用的傅恒，即便是死了也要坑这一把！朕恨不得把这个家伙给挫骨扬灰！洪瑞真的要被气死。本来他还准备等这件事的热度过去后，对傅恒进行一番冷处理，比如说调离京城。可没想到这个蠢货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了服毒自尽，死就死了。可恶的大夏人居然把傅恒的死跟他扯上了关系，再次让舆论四起。这下他是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让你查的是如何了？知道背后是谁在捣鬼吗？皇上已经查出来了，这件事的背后应该是李文浩在操控。李文浩，居然又是他！
皇上！洪瑞气得吐血昏迷。作为罪魁祸首的李文浩却没有准备放过他。此时的大夏御书房，一场针对大清的会议正在进行。哼，洪瑞居然还不死心，居然开始调兵遣将，想要派遣号称满秦第一勇士的阿贵和我军再战。既然如此，那朕跟他战到底。陛下英明。看着应和自己的大臣，文媚娘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自得之意。遥想当初与大清起冲突，这些大臣都让他忍，可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敢让他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李文浩。李爱卿，你怎么看？陛下，若是想要再战的话，臣倒是有个想法。来了，他又要来了。好，爱卿但说无妨。文媚娘见李文浩竟然还有想法，真是高兴坏了。李文浩的计策虽然毒，但是真好用啊。大清国虽说不足为惧，但毕竟是强国之一，这么打下去，我方的损失必定不小。臣有个想法，可以让敌军军心大乱。哦，是吗？说说看。接下来，李文浩给众人讲述了他的想法。原来他准备利用洪瑞现在的不利舆论，写一本小说继续黑他。不过这次黑洪瑞的方向是血统，他要黑洪瑞不是大清皇族的血脉。李侍郎，你这一计虽说妙不可言，可以你的身份来做，是否有失妥当？毕竟现在你是我朝的侍郎。众人纷纷点头。以一个大夏臣子的身份写这种小说去诽谤一个皇帝，这传出去丢人不说，可信度也低了。这事只是一个叫二狗子的人干的，和我李文浩有何干系？希望这次阿贵不要再让我失望了。50万兵马一定可以把那群该死的大夏人杀干净。你这是怎么了？有事情快说。皇上，这周刊……哼，该死的！莫非这李文浩又在编排朕了？混账东西，一派胡言，岂有此理！这帮杂碎居然说朕不是先皇之子！这小说是谁写的？据说是李文浩。朕要他死！传令，再给阿贵加10万精兵，外加5000铁浮屠。如果他带不回李文浩的脑袋，就让他死在战场上。这奴才这就去办。洪瑞真的被李文浩气坏了，为了出这口气，已然派出了全国80%的兵力，俨然一副要灭了大夏的态度，直接把大夏官员给吓傻了。陛下，边境传来急报，洪瑞派阿贵为帅，率大军60万，外加5000铁浮屠，正不断逼近我国边境，请陛下速派兵支援。兵部尚书杨武的话音落下，大殿内群臣脸色陡然一变。之前他们确实是很有自信，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夏国库充盈，和大清国小打小闹绝对玩得起。可没想到现在大清居然举全国之兵，这么玩下去，即便他们赢了，也是伤敌1000，自损800。众人纷纷议，个个惶恐。杨大人，你是不是少说了？下官可是听说洪瑞给阿贵下了死命令，想要李文浩的项上人头啊！赵尚书，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陛下，他们的目标是李文浩啊！陛下，混账！看到这一幕，众人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怪异起来。这时候，一道身影缓缓地出现。陛下，何事发这么大的火气？来者不善。原来此人是文媚娘庶出的兄长，满朝人都知道他品行不端，难成大事，所以早些年就被先皇封为了文王，丢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做个闲散。文王，你怎么来了？陛下，
看来你是真忘了，马上就要到父皇的忌日，我这做儿子的可不就要回来祭拜吗？一旁的李文浩皱起了眉头。之前他倒是听说过，当今女帝有2位哥哥，一个是文王文无忌，一个是汉王文清凡。不过现在这2位都已经被分封出去当藩王，吴兆是不准入京的。这个家伙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他可不觉得是为了祭祀先皇那么简单。父皇祭祀之事，朕自然是不会忘。没忘就好。不过陛下，本王来的时候，听说大清国已经是大军压境，60万大军，我大夏有亡国之危呀。不知道陛下打算如何应对？莫非皇兄，你有化解危机的法子？很简单，既然对方想要的是李文浩的项上人头，那索性就把此人交出去便是，然后再给大清国厚礼赔偿，这件事不就完了吗？诸位大臣，你们说本王的法子好不好？众人面面相觑，窃窃私语，不过却没人立刻站出来表示支持。这大清国来犯，他们当然知道是李文浩惹的祸。你说人家不是皇族血脉，这不是找死吗？可毕竟交出朝中重臣来求和，这事儿说出去丢死个人。他们现在就想看戏，看看李文浩怎么处理。李文浩乃是我大夏的臣子，红润如我，是李爱卿为朕出了口恶气，更为我大夏屡建奇功。此等人才，岂能弃之？文王，此事莫要再提，否则别怪朕不客气。哦，既然如此，不知陛下准备如何应对那60万大军？众爱卿有何退敌良策，但说无妨。看着这些一点忙都帮不上的大臣，文媚娘是有气儿没地方出，她失望地叹了口气，随后便看向了李文浩，顿时眼睛一亮。他发现，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李文浩依旧气定神闲，似乎现在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李爱卿，你来说。他能有什么主意？回陛下，如何退敌，臣确实无话可说，但要论如何灭敌，臣倒是有一计。一派胡言！60万大军，大夏拿什么灭？我看你是怕死，想让我大夏士兵替你挡刀吧？住口！让李爱卿把话说完。该死的文媚娘，小子，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领死吧。臣的这个计谋需要等几日，3日后诸位便会知晓了。荒谬！你不会是想拖延时间，好逃跑吧？微臣断然不会离开大夏，倒是王爷你会不会那就不好说了。胡言乱语！李文浩无故污蔑皇族，请陛下治他大不敬之罪。行了，不过是些争吵，定罪之言过了，朕罚了。除了李文浩，其他人先退下吧。臣等告退。李爱卿，你刚才所言可为真？陛下，莫非你忘了我给你的神器了？文王，这是我家主人的一点小小心意，请王爷一定收下。好，好，好，回去告诉阿贵将军，既然本王已经答应了，那就一定会办到。3日之后，本王一定将李文浩交给你们。那是自然，我家主人自然是言出必行。陛下，3日前，李文浩还言辞凿凿的说自己有破敌之策，现在人都不见了，请陛下派兵捉拿李文浩。请陛下派兵捉拿李文浩。你们都给朕闭嘴！朕再说最后一遍，无论到了何种境地，朕不会用臣子的性命去讨好敌人，而且李爱卿一定会来。兵部尚书何在？我们现在还能调动多少兵马支援前线？
除去不能轻易调遣的守军之外，目前我国可用之兵不足30万，而且还有一半是新兵。这是我何能阻挡大清？陛下，你听见了吗？现如今我大夏已经是危在旦夕，为了一个小小的李文浩，让我大夏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你真的要这么做吗？陛下，文王说的有理呀，请陛下三思。陛下，奴找到李大人了。陛下，李侍郎请陛下和各位大臣移步演武场，他会亲自解答破敌之策。他竟然没跑，难道他真有办法？哼！既如此，诸位，那就随朕去开开眼界吧。微臣见过陛下。免礼，李爱卿，你可是想出了办法？是的，此战我大夏必胜。可笑，你十拿九稳的主意，莫非就是让这些死囚上阵杀敌？对，就靠他们。荒谬！我看还是把你绑了，送给大清才是正途。来人！行了，文王，我知道你收了大清的钱，想要我的命，但你先别急。陛下，这就是臣的克敌之策。这是什么东西？文王，你觉得有了它，能否击败清军？你现在觉得从清廷手中拿的银两烫手吗？你胡说八道什么？本王何时受贿赂了？行了，文王，从大清国的奸细见你的第一面开始，朕就已经知道了。来人，将文王拿下！不，皇妹，你不能杀我，我可是你哥哥，难道你忘记了父皇临终前的交代吗？你不能手足相残啊！你们说，在清廷行军的路上布满炸药，并用死囚组建一支小队，让他们抱着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办法行吗？行，当然行。不过这些死囚的军功会算在他们的子孙上。赵尚书，你不会惦记他们的军功吧？不会，当然不会。好了，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这事就这么办了。李爱卿，这次你算是又立了一件大功，等到清军退去，朕再论功行赏。陛下英明，这定是前线送来的捷报。阿贵竟然这么快就击败了大夏，恭喜皇上！这次能收回苍朗城，都是皇上当机立断派遣60万大军，陛下圣明。60万大军，死了20万，被俘虏了10余万，朕的5000铁浮屠全没了。朕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幻觉，一定是朕的幻觉。太医，快传太医！好，实在是太好了！此战我军大破清军，我大夏再添10余座城池。这是真的吗？陛下威武，大夏万年！陛下威武，大夏万年！此战的最大功劳当属李爱卿。李文浩听旨。臣在。李文浩几次帮助我大夏渡过难关，更是献计献策，助我大夏夺下大清国13座城池，居功至伟。从即日起，册封李文浩为县公，10亿千户，官职至门下侍中。恭喜宿主文媚娘的好感度提升至73%，宿主获得2个奖励，可随时提取，已存放在系统空间。谢陛下隆恩，皇帝老婆就是靠谱，出手大方不说，好感度竟然直接提升了15%，让我一次拿到了2个奖励。这么看来，回到现代的传送门很快就能到手了。不能让李文浩做大了，不然我就危险了。行了，你们都退下吧。臣等告退。这里
他怎么来了？嘿嘿，李文浩，你一肚子坏水，能不能帮我整几个人？说吧，想整谁？文王文无忌，还有那个汉王文清凡。你想对他们动手？就是他们！文无忌那家伙害你不说，被关了几天也不老实，竟然联系文清凡闹事。要不是皇姐答应过父皇，只要他们不是犯了谋反的大罪，都不能处置他们。我真想让皇姐砍了他们。这么说，陛下也想整治他们喽？当然。话说这么多，你有没有想到办法啊？有，只要公主想要，臣什么都有。臣不仅有办法帮公主和陛下出口恶气，甚至还能让他们生不如死。太好了，我这就去找皇姐。这丫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算了，我还是回去看看奖励的是什么吧。婉儿，汉王、文王他们还在闹吗？是的，陛下。汉王今天又来了，只是被我拦住了。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父皇，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皇姐，我想到办法对付那两个不要脸的哥哥了，那就是修改藩王的继承者。灵儿，你在说什么？皇姐，以前不是只有藩王的长子才能继承封地，我们可以更改为凡是藩王的儿子都有权利继承。分化他们，让他们内斗，到时候看他们还有没有跟皇姐作对。只要如此，几代人之后，藩王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小。如此，就算他们想要闹事，也没了本钱。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灵儿，这真的是你的主意？当然了，不是我想的，还能是谁？行了，是李文浩出的主意吧？推恩令，这不能是我想出来的吗？好了，此事记你一功。推恩令吗？这李文浩，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该怎么奖励你才好？陛下，臣有本要奏。李爱卿有何事，但说无妨。陛下，臣认为如今我大夏已经不是以往的大夏，先皇之前的分封，臣认为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情况。藩王的封地实在是少得可怜，因此臣有一计，可让藩王们得到实惠，对我大夏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李文浩又想搞什么花样？文王才坑了他，他能有这么好心？李大人，你该不会是想给藩王追加封地吧？上大人说的对，如今藩王的土地全都分给了嫡长子，这对其他世子不公平。他们也都是大夏皇族的血脉，怎么能区别对待呢？因此，臣建议再给藩王赏赐一些土地。李大人说的不错，本王那些儿子可怜呐。哦，汉王也觉得李爱卿说的对吗？自然，本王的儿子们苦啊，离了本王，他们都要吃不起饭了。好，既然如此，李爱卿继续说下去吧。陛下，臣准备施行一种名为推恩令的政策，那就是废除嫡长子继承藩王所有土地，改为凡是藩王的儿子均可继承。我就说这狗东西会有这么好心，原来是想釜底抽薪呢。李大人，你说给藩王追加封地是为了实行推恩令，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补充的？这推恩令可是朝廷对你们藩王的赏赐。汉王，你刚才可是同意了，不会是想出尔反尔吧？陛下，推恩令不能用啊！哼，有什么不能用的？汉王，这件大好事就由你去告诉文王吧。这李文浩真是一个睚眦必报小人，就因为文王得罪过他，就搞出一个推恩令，下次他会不会就要对我下手了？皇帝老婆，是我给你帮成了，这好感度该涨了吧？怎么才涨这一点儿？我可是帮你解决了藩王啊，还以为能发一笔呢。没事，我还有手段，那可是能救命的东西，我就不相信拿不下去。我操！这李文浩竟然还叹气，他都把文王、汉王的根都挖了，还不满意？他现在翅膀也硬了，会怎么对付我？岂有此理！
李文浩还有那些文人都该死！竟敢说战败都是朕的责任，是昏君！朕决定了，这次朕要亲自领兵，一定要把丢掉的城池全都夺回来，把那群该死的大夏人赶回去！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战场上危机四伏，万一你出现意外，我大清国就要彻底乱套了，请皇上三思啊！三思个屁！他李文浩不过用了些奇巧淫计，那炸药虽说厉害，使用却不灵活。只要让他们够不到，我大清的铁骑还能怕了他区区大夏？此战朕必胜。洪瑞或许是为了能打赢大夏，迟迟没有出兵，因此大夏自然不知道他的打算。而此时的李文浩正神神秘秘地将女帝带到了一块农田之中。李爱卿，你说带我来看能让我大夏国力增倍的神器，怎么把我带到了田地之中？陛下，这神器就在这田地之中，陛下不妨猜猜我说的神器是何物？哦，那朕倒是要看看了。李爱卿，你说的神器不会是这个吧？陛下果然聪明，我说的神器正是此物。此物有何特殊的，竟能成为你口中的神器？陛下，如果我说它能亩产1000斤呢？什么？上千斤？李爱卿，你说的可是实话？有这么高的产量？李文浩的话在他的心里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九州各国哪怕是再肥沃的土地，也不过亩产300-400斤。而夏国之所以弱小，也是因为国内少粮，人口一直上不去。如今突然出现一个亩产1000斤的作物，他又怎么能不震惊呢？想知道有没有？陛下派人采摘，称重就明白了。你说的对。文媚娘立马安排了下去，很快1亩玉米就被士兵采摘完了。陛下，玉米已拆采完毕，共计1100斤。好，实在是太好了。以前的2种亩产不过300，而这李爱卿，朕要赏赐你，告诉朕你想要什么。陛下，赏赐先不急，你莫非忘了来之前我可是说了要带你看2件神物。而这正是臣献给陛下的第2件神物，它亩产比玉米还高。就在他高兴的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一匹马疾驰而来，兵部尚书杨武从马上跳了下来。陛下，大清皇帝洪瑞亲自带兵，想要收复丢失的城池，你看我们该当如何是好？陛下，这是最新的情报。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洪瑞又调派了大军40万。扬言不仅要收复领土，还想要灭我大夏。这个洪瑞当真是狂妄至极。赵穆将军何在？臣在。朕给你10万士兵，速速赶去前线支援。臣遵旨。大清的事就说到这，朕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刚刚李爱卿带着朕去看了2种可以达亩产1000斤的农作物，名叫土豆和红薯。我大夏此后将再无饥荒。陛下万岁！大夏万岁！行了，赵尚书何在？臣在。不可能有亩产1000斤的农作物，他这个时候叫我，莫非是想给我挖坑？这2件农作物事关重大，朕要你秘密种植，以作种粮。在国内大规模种植前，如果2种泄露，朕要你提头来见。果然是想坑我，不行，我得赶紧去看看。臣领命。竟然真的有他们说的这么高的产量，这足以写入史册的功劳。就因为我是户部尚书，他们就这么给我了？不可能，这其中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东西。还得是你，李爱卿。赵平安的一举一动，竟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陛下，接下来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我大夏的户部尚书也该换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赵平安，贪我头的仇可没忘。系统，你怎么给的奖励越来越差了？好感度80%的奖励，就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难道你没发现
女帝好感度提升的幅度越来越小的吗？要想将女帝的好感度提升至100%，就需要让大夏变强，而这正是你需要的。算了，就当做好人好事了。李文浩穿越过来也快1年了，自然知道这里的医疗是多么的落后。这本书在这里可以救无数的人，他自然不会把它放着生锈。可他没想到，很快这书就帮到了他。陛下，京城爆发了天花，已经有数百人死亡，据悉其他地方也已经有了感染的情况。虽说天花尚未彻底的扩散，但任由其发展下去，怕是要蔓延开来呀。一旦等到那个时候，想要控制就难了。唉，立马安排人手，按照以往的惯例，让各地的官府做好对应的措施，防患于未然。文媚娘看着李文浩，却发现李文浩眉头紧锁。也是，他是聪明，可这千年古都都没人能解决的病，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到这里，文媚娘就继续跟大臣们讨论了起来，却不知道李文浩皱眉是在跟系统对话。好，系统，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是吧？现在知道我给的东西好了吧？你牛逼！当李文浩跟系统吐槽完，这才发现女帝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这一波好感度能涨多少呢？想到这里，李文浩正要开口，一个侍卫却匆匆走进了大殿。陛下，前线传来战报，我们已经接连败了2场，士兵折损严重，急需援助。什么？我军手中不是有炸药吗？为何会接连战败？他们就找到了对付炸药的办法了吗？看来这天花来的正是时候。清军竟然发明出了一种武器，可以挡住炸药的冲击。这可如何是好啊？如果炸药无用的话，论兵力，我们可不占优啊。李爱卿，可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各位，不必紧张，清军有应对之策，在臣的意料之中。那李大人认为，眼下我们该当如何是好？在兵力上，我们不占优势，对方还是皇帝亲征，士气正盛。洪瑞可以御驾亲征，我们自然也可以御驾亲征，不知陛下何感？不可，陛下乃是万金之躯，怎可置身险地？陛下不可呀！看着异口同声的拒绝，文媚娘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话。她不缺御驾亲征的勇气，只是她很清楚，现在的时机还没到。李爱卿，可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如此的话，臣暂时没有办法了。难道只能求和了吗？这话一出，众人跟炸锅了一样，自动分成了2派，一派赞同求和，一派不认同，想劝女帝继续派兵。小子，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还想坑我？等大清打进皇城的那一天，我真想看看，你发现我拿着你的东西平步青云时，你是个什么表情？还有你，文媚娘，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傀儡不好吗？竟扶持李文浩跟我作对，一切都是你自找的。这就是亩产千金的神物吗？自然，这可是老夫亲自从田地里收回来的。好，赵大人，你可要替我大清好好保管此等神物，等我大清打进皇城之日，就是你当宰相之时。赵大人，你是傻了吗？啊，李文浩，你怎么来了？你对他干了什么？
当然是砰的一下给他来了一枪。怎么样，这宝贝不错吧？此乃何物？我的李大人，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东西啊？勾结大清，说说你想怎么死？是束手就擒让我砍了你的头，还是负隅顽抗让你尝尝我的大宝贝？李大人，我能不能活？既然如此的话，赵平安勾结大清被发现后，负隅顽抗被我当场击毙。不要！我投降！我投降！哦，下辈子说话快一点。李大人，据说赵平安伏法的时候，你用了一件可以发出弹丸的神器，不知此神器可否量产，用来对付大清？不行，此物全天下只有一把，亦无复制的可能。可惜，如果能量产的话，大清便可随手击败，我大夏将再无忧矣。杨大人莫愁，击败大清而已，我只有良策，只不过这个法子有伤天和，不知各位。李大人，生死存亡之际，能用的都是好计，但说无妨。对，那我可就说了，说吧。李爱卿，有什么你就说吧。皇帝老婆的好感度怎么偷偷涨呢？还涨了这么多，莫非被我帅到了？低调，先干正事。陛下，臣想要利用此次的天花来对付清军。莫非李大人是要让清军染上天花？可这样，我军将士的安全也无法保证了。赵尚书莫慌，听我说完。我敢用天花，自然有办法可以避免我军感染。你说什么？几千年来，天花没药可医，无法可防。李大人，莫非你有治疗天花之法？以前天花是绝症，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出现。如今我出现了，天花自然就不是绝症了。此言一出，群臣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他太狂了。唯有文媚娘满脸气。李爱卿，快说说你的想法。很快，李文浩就给众人解释了一遍什么叫牛斗种植法，还掏出了赤脚医生手册。此书可帮助我大夏培养大量医师，可让我大夏百姓再也不会受病痛所折磨。李文浩说一套一套，大夏的朝臣也被他哄得一愣一愣。可没见过世面的他们，哪里知道李文浩说的是真是假？不知可否让我看看这本医书？自然。神书，此书真乃神书也，内容通俗易懂，言之有物。李大人真是大才，陛下有此神书，我大夏百姓无忧矣。陛下圣明，李大人大才，为我大夏贺贺。转眼就过去了10天，大夏朝堂之中，众人都眼巴巴地望着门口。陛下，好消息！那个种植了牛痘的死囚，现在还好端端的活着，而且和得了天花的人在一起，吃住了3日，并未出现感染的状态。好，李爱卿，你果然不会让朕失望。陛下，既然如此，那便可以用臣之前提出的方法来对付那些鞑子。好，那就依计而行。虽说有伤天和，可胜者为王，败者寇，敌人也不会对我们仁慈。此次朕要御驾亲征，亲自砍下洪瑞的狗头。陛下圣明，大夏万圣！陛下圣明，大夏万圣！
父皇，我做到了，你的选择没有错。恭喜宿主，女帝的好感度超过了93%，获得金丝软甲一副。你离成功就剩下最后一步了哦。最近女帝的好感度怎么莫名其妙的上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样也不赖。只是系统，你不觉得你现在给的奖励越来越离谱了？那你是不想要这奖励了？你的皇帝老婆可是要上战场了，你就不怕？等等，我要还不行吗？李大人，战争是残酷的，可普通百姓是无辜的。如果天花要是传播到大清普通百姓身上，该如何处置？哼，那自然是问问他们，是想当大夏的百姓，还是大清的百姓？天花是溃败的清军带给他们的，我们大夏可以为其接种疫苗，避免染上天花。但是这些名额只给帮我们开门的百姓。是说投降派？自然，不投降的就是敌人，而不是百姓。上大人可还有其他问题？李大人真是高见。将军，陛下说了些什么？可是让我们撤兵？不用撤军了。李世忠让我们采集感染天花之人的血液，涂抹在武器上，然后将这天花传染给敌军。可若是用此计，不仅是敌人要死，我们也会感染天花，咱们也活不成啊！各位不必慌张，李大人已经想到了预防天花的方法，可以避免我军士兵感染。啊，如果这样，那是此战必胜。是的，此战必胜，因为陛下也将御驾亲征。必胜！必胜！必胜！皇上，最近一段时间，大夏国一直都不应战，看样子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朕早就说过，大夏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让他们引以为傲的炸药失去作用，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如今我军接连打了几次胜仗，想要收回城池只是时间问题。皇上雄才伟略，见识深远，臣佩服的五体投地。朕这一次必须要让大夏国付出代价，让他们知道招惹我大清国是何等错误的选择。启禀皇上，在我军营地外发现了大夏士兵的踪迹。哼哼，这阴险的大夏人居然还敢出来！通知下去，全军准备应战，朕要让他们见识一下我大清骑兵的厉害。弓箭手，给我射！给我杀！杀李文浩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御史齐王，必先令其狂，传令下去，有序撤退。是。该死的李文浩，射完箭就跑，他到底想干嘛？皇上，恐怕李文浩知道此次领军的是您，故意来激怒您的。我军可有损伤？皇上，我军只有500余名士兵伤亡。你说的不错，李文浩小人一个，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传令下去，加强布防。另外，在营外布置一队骑兵，谨防李文浩再次袭营。是。红瑞君臣将大营围的是水泄不通，他们不过是在跟空气斗智斗。等大夏事后将大清营地上的消息上报给李文浩的时候，还被李文浩嘲讽。哼，这红瑞还等着我们西营呢，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我们到底想干嘛。这个李文浩不守城，不交战，每次交战就只是对射几轮。
他到底想搞什么花样？皇上，出事了！你说什么？军中多人得了天花？皇上，这军中人口密集，天花要是爆发，可控制不住啊！走，带朕去看看。皇上，如何？他们确实感染了天花，会不会只是病状相似？哎呦，皇上，臣行医多年，曾经也遇到过天花，臣可以肯定，我军将士确实是感染了天花。把所有和这些士兵接触过的人全都隔离起来，任何人都不准接近。是。很快，众人就行动了起来。当晚，一直提心吊胆的洪瑞好不容易睡着了，外面又响起一阵吵闹声。皇上，不好了！军中又有将近500名士兵得了天花。多少？怎么会传染得如此之快？赶紧隔离，并且立刻调查清楚天花的来源。为何会突然爆发天花？莫非又是那个该死的李文浩？洪瑞感觉自己猜到了真相，可是却无可奈何，因为这些天大夏一直不跟他正面战斗，只是时不时的让人过来射一波箭，立马就消失无踪，让他有气儿都撒不出。李大人，这些天大清人已经避人不出了，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去办吧。是。很快，一支小队出现在了清朝大营，为首的正是赵牧。告诉你们的皇上，大夏听说你们大营爆发了天花，出于人道的关系，只要你们投降，我们大夏可以帮你们度过此次难关。该死的李文浩，让他们给我滚！皇上，截止到今日，我军感染的人数已经激增到5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要不了多久，只怕我军……皇上，大夏虽然可恶，但是您的龙体……对，这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他不是想让我投降吗？好。我就把那些得了天花的累赘留给你。也罢，撤吧。大清的军队终究还是撤退了，而感染天花的那5万大清士兵却被留了下来，自生自灭。得到消息的李文浩很快就带兵接收了这里。吩咐下去，让人给这些士兵治疗吧。是。很快，大夏的众人都各司其职起来。唯有女帝跟李文浩空闲了下来，女帝也终于问出了自己的疑惑。李爱卿，你为什么要逼着洪瑞撤军啊？把他们都留下不好吗？陛下，洪瑞他跑不了，而且此战我们不仅要打败洪瑞，并且我们还要拿下大清的国都。什么？陛下，你在此地稍稍休息，1日后微臣定把洪瑞给你带回来。该死的李文浩，我杀了你，朕100年之后有何脸面下去见列祖列宗啊？莫非他真是我的克星吗？炸药！莫非李文浩追来了？陛下，大夏的人炸毁了谷口，我们跟前军被巨石分开了。什么？你不是说走这里什么安全吗？皇上，这个山谷虽然容易被俘，但在我大清境内，所以……废物！洪瑞，我给你选的埋骨地，你喜欢吗？爽！这打得太爽了！炸死你们这些东西！来人，护驾！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红瑞感觉自己的耳朵都要聋了，爆炸声终于停了下来。朕活下来了，朕果然是天子！李文浩，你想杀朕，你还不够格！这种死里逃生的惊喜昏了红瑞的大脑，还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却不知道他真正的危险正在到来。哟，红瑞，挺高兴啊，我没打扰到你吧？李文浩，我要杀了你！保护皇上！还挺忠心。李文浩，为什么哪儿都有你？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奇形怪状的武器？有种像个男人一样跟我战斗！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来！你给我死！你为什么还不死？你吃了饭没有？用点力！来，看这里，肩膀有点痒。哎，对对，就是这里。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累了吗？你也不行啊，我的肩膀还酸着呢。废物，去把他绑了。大夏军帐内，早已得到李文浩信息的女帝正急不可耐的等着李文浩的到来。他没想到李文浩竟然真的把红瑞活捉了。李爱卿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半路上出现什么意外的吧？快来人，去看看李爱卿到哪了。是，陛下。陛下，臣不负圣命，活捉了大清皇帝，特来向您复命。李爱卿，你辛苦了。为了陛下，臣不觉得辛苦。哼，你就是红瑞。正是本皇，你待如何？不许对陛下无礼！你竟敢如此对我，李文浩，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你有那个本事吗？杀了我吧！一旁的文媚娘原本还想着嘲讽红瑞几句，当初红瑞让她嫁去大清的国书，她一直都没有忘记。国入则国主被欺，所以她一心想把大夏经营好，灭了大清。只是她如今看到了红瑞如同丧家之犬的模样，一下就没了炫耀的心思。来人，把红瑞拖下去斩了，以为我大夏军事之亡魂。是。李爱卿，此战功劳全在你一人，你想要什么奖励？恭喜宿主，女帝的好感度达到100%，宿主获得